大家好，欢迎来到3D 财经。库克服了，送川普 24K 金，苹果回美国。自从川普重新入主白宫以后，白宫重新做了装修，这是原来白宫的样子，简单朴素。这是现在白宫的样子，金碧辉煌，金光灿灿。白宫俨然已经变成了金宫。库克在川普面前显得非常局促，一会儿拽裤脚，一会儿拽衣服，这是因为要送川普 24K 金，这也是7大巨头唯一公开送礼的 CEO， 非常不自然。原来苹果最硬，现在变成最软，比微软还软，反差感极大。这是一款苹果玻璃制造商康宁公司生产的苹果 logo 24K 金底座，中间挖空苹果 logo， 上面还刻上了川普和库克的名字。库克意思就是苹果服了，感谢川普不杀之恩，愿意回美国制造。苹果到底服了吗？看来是真服了，因为苹果为了要投资6000亿美元回美国，苹果账上总共才2390亿美金，但是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实际能力，但是绝对不能够投资小于自己的能力。美国对印度额外征收 25% 的关税，唯独对苹果豁免，这是告诉库克，我随时可以对你不豁免，如果你给我打嘴炮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落下来要你命。川普刚上任半年，还有3年半时间，你不行动我就要落剑了，不服不行。川普这不是胡萝卜加大棒，这是大棒加铡刀啊。苹果股价大涨3天，第一天涨了 5.09%， 第二天涨了一个中继形态 3% 左右，第三天周五涨了 4.24%， 最高实际上也冲过了5个点。3天是放量上涨，比前段时间增长了1倍的量能3天暴涨 43%， 这是 3.4 万亿市值的公司这样暴涨，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，苹果在印度关税得到了特殊豁免。美国对印度原来关税 25%， 以印度采购俄罗斯石油为借口，对印度额外征收 50% 的关税，这样美国对印度的整体关税就达到了 50%，这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 55% 关税的国家。土耳其和中国也向俄罗斯采购石油，但是美国并没有对土耳其和中国额外再增加关税，也就是说，这次对印度额外增加的关税实际上就是在警告苹果，苹果不得不回归美国。第二呢，苹果要收购 Perplexity。Perplexity 是最近起来的 AI 硅谷新贵，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搜索起来有准确、实时、有出处。Perplexity 和 ChatGPT 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对科研工作者能够提供一手的，而且是最新及时的信息，这点 ChatGPT 做不到。ChatGPT 往往提供都是过时的信息，甚至都是1年甚至2年之前的信息，尤其是免费版本。Perplexity 的另外优点是对出处都做出了标注，这样引用起来都能够非常准确。而 ChatGPT 抓取的信息都是胡乱在网上抓到的迎合你的信息，你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信息，愿意接受什么样的信息，它就提供什么样的信息。那么苹果对 Perplexity 来说，如果以300亿美元进行收购，虽然这个数字绝对量不小，Perplexity 的股东可能是乐开了花，但是呢，这些钱对苹果来说只是一个小 case， 而且苹果会被贴上 AI 公司的标签，估值也会得到华尔街的推崇和估值的提升。第三就是苹果涨价，成功转嫁成本。苹果9月9号的新品发布会之前，现在已经放风对终端产品涨价平均50美元，华尔街喊出了270美元苹果股票的目标价。这270美元既不用看市盈率，也不用看市净率，更不用看市销率，它恰好对应的是4万亿美元的市值。目前的微软是 3.8 万亿美元的市值，英伟达是 4.45 万亿美元。苹果作为原来一直稳居市值老大，现在已经退居3线，超过微软的 3.8 万亿，达到4万亿的关口，还是比较现实的。毕竟现在英伟达如日中天，如果要到270美元，
首先它必须要突破它的历史高点，这就是259.47美元。这个高点是在几个月前创立的，这个高点如果突破了以后才能到270美元，这个高点突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有 15% 左右的空间。如果苹果的股价在未来的几天之内能够有所回档，至少要高位横盘，这样短线的暴涨需要回调，有技术性回调的压力，最好是能到达5日均价，未来到达259美元，达到历史新高还是比较可能的。毕竟现在英伟达距离上次的历史新高152元已经超过了 20%， 还有其他巨头里边除了特斯拉以外的巨头，比如像博通、像谷歌、像微软，都达到过上次的历史新高的高点以上。对于苹果短期催化剂达到259美元还是第一目标。最后声明，本文表达的所有观点仅代表本频道观点，投资者应自行研究并谨慎决策。本频道不对基于本文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收益或损失负责。谢谢大家。